看起来这个美国这个不断的提到说俄罗斯有进犯的这个动机跟可行哦，甚至连加拿大这盟友甚至他们都一起都发出对于他们国家国民最高等级的这个旅行的警告。那这让大家就很担心说，会不会真的就是有可能会打仗？可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泽连斯基的幕僚，他对外就说，不，这是美国这个有政治目的，故意夸大了有可能会打仗的这样的一些状况。大家就很好奇为什么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的幕僚会这样子的说法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包含整个俄罗斯内部对于当初他们提出了一些有关所谓的北约东扩危机的诉求，这个北约也好，美国也好，就一口的拒绝了。那我们看起来俄罗斯对这个议题好像也没有做过多的强烈的一些反应这到底彼此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各自到底在盘算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请老师也帮我们分析一下？乌克兰呢，它需要国际支持，但它并不希望打仗。那么乌克兰目前呢，国内没有真正进入到全民动员、全面备战的状态，所以这种状况下，美国也有必要让乌克兰知道说，你不能自己躺在那里等着西方国家来帮你把麻烦解决掉，你自己要有自卫的准备那因为毕竟乌克兰不是欧盟成员国所以西方国家不会像对待北约成员国那样去出兵来保护乌克兰。那泽连斯基呢，这个乌克兰总统呢，在电视讲话中对他本国民众讲呢，他说大规模入侵的威胁对乌克兰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目前有入侵可能的说法纯属街坊邻里的谣传。他希望呢不要在乌克兰发生恐慌，因此督促乌克兰居民照常生活。然后他也说了一段话很有趣，他说我们必须在国内政治上团结一致，你可以反对政府，但你不能反对乌克兰，你可以鄙视政府总统，但你不能鄙视自己的人民，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播种恐慌，让人民处于恐慌状态。那么从目前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情况看，好像市面上还是仍然平静的。现在呢，虽然这个不少西方国家的大使馆正在从乌克兰撤侨，也包括撤离外交工作人员，但是还有不少外国侨民仍然选择留在乌克兰。那很多外国人感觉他们在基耶夫，就是这个乌克兰首都，是看不到士兵，看不到战斗机，看不到任何让人觉得战争或者危险在即的事情。那么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这个生活呢，节奏照常，社交媒体上关于餐厅开业和边境局势的消息同时存在。那据外国人观察呢，就是乌克兰在这种状态当中已经过了8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呢，乌克兰的媒体和网上论坛当中，关于如何配备应急包的建议五花八门，从用伏特加酒来消毒，还有伤口消毒液，到紧急情况下去怎么引起人注意，比如放烟花，这些东西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在讨论。那么外国人在基辅越是关注德国或者美国的新闻，就越会感到害怕，所以有些外国人在乌克兰就干脆对乌克兰当地的危险充耳不闻了。那么乌克兰是欧洲面积第2大的国家，国土面积呢是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人口是4000多万人。那从面积来看的话，乌克兰的面积是台湾这个3.6万平方公里面积的17倍，人口呢是台湾的2倍。所以从地理状况来讲的话，俄罗斯用10万兵力，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占领整个乌克兰。那历史上呢，乌克兰是经历了许多战争和破坏的，从斯大林制造的大饥荒，饿死几百万人，到2战当中的坦克大战，到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造成的破坏。乌克兰的族裔当中乌克兰族占78%，俄罗斯族占17%，主要是住在东部靠近俄罗斯的地方。
那现在俄罗斯的入侵阴霾笼罩着乌克兰，许多乌克兰人认为呢，他们需要保卫自己国家，而且相信呢，这个俄罗斯没有能力战胜自己的国家。那目前乌克兰政府比较担心的是说会失去它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表示说呢，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试图占领工业重镇哈尔科夫。哈尔科夫呢是位于乌克兰的东部，是这个国家第二大城市，距离边境只有42公里。这个城市有140万人口，有坦克、拖拉机工厂，还有电子产品制造商。那泽连斯基说呢，如果俄罗斯决定让冲突升级，他们当然会在那些历史上曾有人与俄罗斯家庭联系的领土上这样做。那么在乌克兰政府控制下的哈尔科夫也有可能会被占领。那俄罗斯会说呢，他们在保护讲俄语的民众。这将不仅仅是占领，这将是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开始。那么现在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呢，大致上可以分为3种。一类呢是军事上积极支持支援，一类呢是用外交压力阻止俄国发动战争，另一类是基本上不管不问，那主要是指德国。那总体来讲呢，欧盟就没有一个一致的态度。美国呢虽然不是欧洲国家，但是对俄国的态度还算比较强烈。那么刚才讲的3种做法，第一种军事上积极支持支援的是英国和波兰。2月1号，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呢到基辅访问。同一天，这个波兰的总理Morawiecki 也去乌克兰访问。那么在俄罗斯持续展示侵略威胁的情况下，英国、波兰和乌克兰3方宣布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合作模式。那么英国首相 Johnson 到基辅访问前呢，通过推特强调说，作为一个民主的伙伴，作为一个朋友和民主伙伴，面对那些试图破坏乌克兰主权的人，英国将继续维护乌克兰的主权。那么英国外交大臣 Liz Truss 他早些时候也说，英国、波兰和乌克兰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新的3方联盟。那这个波兰总理 Morawiecki 就说呢，他说生活在像俄罗斯这样的邻国附近，我们有一种生活在火山脚下的感觉。他说波兰要向乌克兰提供火炮弹药、迫击炮、便携式防空武器和无人侦察机等等防御设备。Morawiecki 强调说，反抗俄罗斯不仅对乌克兰，而且对整个欧洲和北约都很重要。那么他表示3国外长们正在研究一种可能的形式，以便加强波兰、乌克兰和英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那么泽连斯基呢，现在也签署了法令，今后3年内要大幅度增加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在现有25万军队的基础上再增加10万人，并提高士兵的待遇。泽连斯基是这样强调的，他说这项法令就是扩兵的法令，不是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发生战争，而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乌克兰会有和平。那美国的做法是呢，虽然宣布不出兵乌克兰，但是为了增援北约国家做好军事准备，同时还为了这个乌克兰的运送大批的武器。美国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俄国讹诈北约，其真正的目标是和美国谈判。这样的话呢，这个来减轻北约向东方扩大呢，给俄罗斯造成压力。那美国和俄国的外交沟通一直在进行当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呢，这个与俄罗斯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外交上还有时间和空间。美国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步调一致，为俄罗斯提供一条摆脱危机、走向更安全的道路。那么，美国之所以这样做呢，还有第2个原因，那就是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反对向俄罗斯施加压力。那么，在刚才讲的第2种方法，就是外交压力向俄罗斯施加这个外交压力的国家，除了英国、法国，我刚才讲到了，还有美国。那么他们都警告俄国，如果发动战争，俄国将面临严厉的制裁，包括呢要切断这个国际支付系统，就是 SWIFT 这个系统，
让俄罗斯没有办法通过国际支付获得出口的收益。那么此时此刻呢，俄罗斯还在和美国和北约谈判。那路透社1月28号报道，俄国外长这个 Sergei Lavrov 接受这个俄罗斯电台采访时说，如果解决问题取决于俄罗斯，那么就不会有战争。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我们也不会允许我们的利益被粗暴的践踏、被忽视。那拉夫罗夫表示说呢，美国和北约1月23号已经向俄国提交了关于针对俄罗斯那个安全要求的书面回应，里面至少有一些东西。那美国的建议呢，比北约的还好一些。俄罗斯现在正在研究这些建议，普京将决定如何回应。此时此刻，普京还在在北京，所以呢，目前呢，普京不会马上做出这个回应。那么这些普京的回应内容没有公开，美国的回应内容也没有公开，但是排除了一条，就俄国想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说这个可能性不考虑。那俄罗斯的外交部长预计未来几周将再次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见面。那这个表态基本上是俄罗斯发出一些明确的信号，就是他愿意就美国提出的这个欧洲安全建议进一步协商，他也还不希望因为乌克兰问题发生战争。